对连根丛林装材的取舍，不要急于动手剪，要从多方向去观察树干的布局、各树之间的组织地位及出枝的分布。连根丛林树干的布局不像单棵树组合的丛林可以随意调整成型，连根丛林主要是靠裁剪形成，因此在裁剪前要对丛林的规则有一个基本的了解，主要是避免树干机械式的排列，像一字形、平行几何状等等。这个下卷原本是8条树干，裁剪为7干。取奇数是丛林布局的最基本要求，树干以不等三角形组合，比较容易营造疏密有度、具有一定纵深感的丛林空间。丛林盆景各树干在空间上清晰明了，每条树干既是一棵相对独立的树，相互之间又在整体上存在着必然联系。这棵树干的倾斜方向、枝的流向等等基本一致，这就是必然联系，也就是形成的树势。有与此相反的树干肯定是不能留。夏鹃在杜鹃类的品种中生长是比较快的，萌芽能力强，比较适合续剪。对这样的丛林装材修剪，要从主干开始，剪出各树干的高矮，形成整体高低起伏的树冠。对丛林盆景的修剪有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，修剪前先确定一个整体的基本轮廓，这相当于绘画前先勾勒出形体的外部线条。剪出了轮廓，至少整体造型有了，树势的方向也基本形成，修剪也就成功了一半。第二步再按照单棵树成景的轮廓进行，这一步主要是剪出枝条的层次，树干之间枝条的呼应。简单的讲，就是剪出树之间的疏密关系，形成一个由近到远的纵深空间。第三步，剪掉与树干失去比例的枝条，强势枝要剪短，像这种重复枝之类的继枝不要留，遮挡了空间，也会消耗更多的养分。第四步，对一些取舍把握不准的枝条，可像这样分几次剪，或暂时不要剪。考虑清楚了再动手，就会减少失误。修剪与调整同行，对一些生长方向发生改变或错位的枝干，可以进行适度的盘扎和吊拉。像这两个之间形成的交叉，在空间上就会出现拥堵。把树干吊拉上来。现在看这个空间就敞亮了。对丛林盆景的修剪有其特殊性，但对修剪上的简单化同样适用于其他盆景造型修剪。夏鹃、高月等一些人工培植出来的杜鹃品种，根系特别发达，2至3年要对树根修剪一次，树根在盆中拥挤，影响生长速势。在洗根前先浸泡半个小时，将板结的土洗掉。冲洗树根不要用高压水枪，压力过大容易产生对根的伤害。整个根盘已经形成了板块，有必要再重复一次。洗根只是在盆土出现板结，而且只在春季进行。夏鹃最大的生长特征，容易形成盘根错节的根盘。把这些表面的根剪掉，将根盘显露出来。底部的根尽量剪短，尤其是中间最好是不要留根。上盆时盆土中间要高，像这样向下左右旋转，让根与土充分接触。夏鹃、高月等杜鹃品种喜微上性的土壤，土质要疏松透气。我用的是沙土加泥炭土，配比是1:1。杜鹃类的品种不要用生盆种，与映山红一样，盆身容易形成上干下湿，产生烂根。夏鹃是4至5月份开花，立秋后和3月份是3至4次以磷钾为主的有机肥，也可以是磷酸二氢钾。花后以是氮为主的有机肥，同时要补充硫酸亚铁。夏鹃开花艳丽，但夏鹃做盆景最大的优势是它的枝干根的表现，尤其是它的根盘。夏鹃的萌发能力强，适合续剪成型。修剪主要分3个时段：花后修剪，剪掉长花，阻止果实的生成，减少消耗；剪掉过长的枝，对枝盘进行回缩。
花后的夏菌进入生长旺盛期，每年仅此一次，因此在这个阶段不要做修剪。到7月份枝条半木质化，不需要蓄养的盆景可进行第2次修剪，保持整体生长平衡。秋末对虾蕨进行第3次保性修剪。虾蕨从休蜜期到开花前生长会比较缓慢，在开花的时候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形体。虾蕨属喜阳植物，除高温季节放在散射阳光下养护，其他时节都要放在阳光充足、通风好的环境中养。玩虾蕨盆景除了开花引人瞩目，观形才是它的重点。尤其是初冬叶由绿转红的时候更让人心动。我是三千龙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